本文是绝对的绝密，为了指证世上普传的修气脉法门、炼精化气等法门而公开于世。凡夫俗子要正道，第一关便是要炼精化气，不能炼精化气，则正道无门，生死不能了。要炼精化气，必须要先修三昧真火。要修三昧真火，必须要知道什么叫骨脉。我们要正道，要修的是骨脉。皮肉之脉是后天水谷之气的通道，而先天精气神三宝根本不走皮肉后天水谷气脉，所以要正道，要打通的是骨脉。骨脉一词，我相信很多人连听都不曾听过，更无从说起如何修了。修骨脉就是炼精化气，要炼精化气就要修三昧真火。心即气，气即光明，故要修骨脉，就要观想骨头。为什么世尊在世时正果的大阿罗汉那么多？他们都是修骨脉的。要修骨脉就要通晓骨头，所以世尊很多亲传弟子都是修白骨观、不净观成就的。心念到骨即气到骨，气即光明，光明即暖象。当观想骨头时，气即入骨，当精气充满了骨脉，骨头就会发起暖象，骨头发暖就是精气入骨，精气入骨充满即会骨头发暖发光，是为白骨流光。修骨脉要精气充满，就要修命门。命门两边是肾，两肾各有两条通道，上通道送精气入脊骨中，分清浊，清者上行补脑骸精，浊者下行入四肢骨腔成骨髓。肾主生精气，主骨髓，故修道人第一要戒色，不戒色，则肾所化生精气下行入外肾，成凡精，主生育后代。凡人色心一动，肾精气则下行，肾精气下行，就会使脑精气不足，智慧不明，骨髓空虚，百病丛生。是故人房事多腰骨痛就是这个原因。要使肾所生的精化清者上行补脑，浊者下行入骨，就要一守命门，保持命门发暖发热。一守命门发暖发热，是炼精化气、升起三昧真火的根本。一守命门发热，则二肾化气精气不遇冷，肾一旦受冷，先天精气就马上化为凡精，所以要炼精化气。除了一守命门外，平时还要按摩命门，修三昧真火，炼精化气。修骨脉的具体做法有三种：一、从脚趾头的骨开始观想，从脚趾骨开始观想至发光发热，再由拓骨、肤骨、根骨、胫骨和腓骨、髌骨、股骨，再向上走，髋骨、骶骨、腰骨、胸骨、颈椎、头骨。另一路由指骨、掌骨、腕骨、桡骨和尺骨、肱骨、锁骨和肩胛骨，最后都上到头骨，皆发光发热。全身骨头发光发热后，再由骨髓到血肉发光发热。二、开始单单观想命门发热，等命门发热后，再由命门发热分上下二条路线发光发热。先修下行至脚趾头，再从脚趾头从下到命门发光发热，再从骨到血肉发光发热。至于命门以上，先保证命门以下半身，从骨至血肉皆观想至发光发热，再修命门到头的半身。修命门至头的半身，要修至下半身皆筋骨血肉发热后，再由命门上行背部，再由背部经头面下行胸肚部。注意，是从命门之火扩展全背，
从内到外，从骨到肉的发热，不是指任督二脉发热，而是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的片状上行。3. 单单一手命门发热，由命门先天精气自行冲通气脉，自行充满骨髓。修三昧真火，炼精化气，骨脉是一体的。三昧真火主要是心念不离下半身，心即气，气即是生命的能量。人心就如天上的太阳，阳光所照之处，生机无极。人的心平时最少想到的地方就是下半身及后，所以人下半身及背部是人身的冰山，心念要时时不离下半身及背后，这样才能打通骨脉，才能使先天经不化凡经。修三昧真火，炼精化气，骨脉大致是息静心止，息静心止，则命门真火自然起，再由命门火从骨到肉，气光暖自然遍全身，是为无为法。有为法则是一手命门开始，然后从下到上，从里到外，从骨到肉，观想气光暖遍全身，至筋骨血肉气光暖充满时，全身的白骨流光，血液变白，皮肉经脉气行似光流飞星时，才是真正的炼精化气，里外气脉全通。这个法子我7、8年前修过半年。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打坐修定没有任何形式，只是平时日常中把气沉到底，什么也不想，念头不动久了，命门自然发热。命门自发热后，再微微一手，即观想下身骨头发热发暖，约3个月左右，命门自动发起一股火力，自动冲任督二脉，连冲个把月。有一天晚上，冲力特别大，冲得我从床上跳起来，突然全身特别热，如爆炸一样，最后终于小通。通后精神特别好，连2个晚上都睡不住。有些人觉得皮痒痒，就以为气脉通了，那还早还得很。我敢说我小通，是因为我当时冲开了光明。我自从那时起，我一运气，马上可以看到白光在运行。运气时，在任督二脉，运气运到那里，白光闪亮，其经八脉并没有通。又约过了2、3个月，真气冲击全身，冲了个把月。又是在我睡禅时冲开涌泉劳宫4支，从此皮肉之脉可以发气收气，运气自如了。但到了这个程度，气脉还是未真正的大通。为什么通到这个程度还未算真正的通气脉？因为只通了后天皮肉之脉，而骨脉没有通。人全身的骨脉关键是脊骨中的中脉，中脉就是在脊骨中，下连内肾外肾及4肢骨骼，上连大脑，内连5脏6腑。人生每一个内脏都是与脊骨中的脉相连的，观之一身性命生死。我的中脉只是入气，并未真通大通，所以通了后天皮肉之脉还是作用不大的。我从来不真正说起过我自身气脉的事，这次破例谈起，只是为了众人知道骨脉、炼精化气、三昧真火的重要性。或许有人会问，你7、8年前气脉就通到这个地步，那到现在一定很厉害了。说来惭愧，我这7、8年来都忙于赚钱，荒废了修行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真的不是赚钱发财的料，还是好好修行吧。我再强调一次，你要气脉大通，必是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的发起三昧真火，才能冲开气脉。修气脉，你只管骨头从下到上，从骨到肉发热就行了。骨头真正发热了，白骨流光了，
气脉自然会通的，不用刻意去修的。不管是天人成，还是独觉成，还是菩萨成，心需要成就4加行才能成道。4加行之一就是暖相。真正的暖相是从骨头骨髓开始发暖的，如果只是皮肉发暖，那叫虚火发炎，不是真火。你知道如何验证修行人是不是正菩萨果位或是真菩萨转世的吗？验证是不是真正肉体菩萨，就是看他的骨头。如历史上的金地藏菩萨，在其涅槃后，后人到他的身骨时，骨头发出金石之声，依经典才知道是真菩萨。唐时的一行禅师圆寂后，后人看到他的骨头是金色的，发出金石之声，而知他是菩萨中圣者。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在文革时，内脏及一些骨头发极端分子掏了出来，发现慧能大师的骨头是金色的，有金石之声。要像以上几位肉位菩萨一样，骨头如金石般，必须经3昧真火炼化骨头骨髓血液，方能成就圣果。所以能看到此文的人，说实是真的有很大福报的。如果你信不过我不要紧，可以去看世尊的法典，按世尊所传授的白骨观去修。我要说的其实很简单，后天的气脉不过是水谷之气的通道，真正要通的是先天3宝的通道骨脉。修骨脉主要是先修治骨头发热发暖为第1步，修治骨头发光为第2步，特别是要脊骨结节发光发热。骨脉绝密到什么程度，你上百度查查便知，包你什么也查不到，只能查到骨脉这个医学词。为什么查不过？因为太重要太秘密了，能听到骨脉这词已经是福分不浅了。记曰：心无所住名修性，念不离身名修命，意不离骨真火生，真火光明透白骨，白骨流光血如玉，方明炼精化真气，精血净化百脉开，天人合一真定来，能得真定受运尽，心气光明名阳神，想行识尽名含虚，至此方为真圣贤。